它是一行的武俑，是阿普萨拉斯计划的最终形态，踩着无数生命而诞生，也反映出设计者的疯狂执念。大家好，我是 CM，2周不见，时间刚刚好。这里是解析系列，上一个影片我们看了阿普萨拉斯1和2，原本是连3一起讲的，但大家懂的，多一台机，多个驾驶员，篇幅太长了。看这个影片的时长就知道，如果一起讲，又是一个万字解析，我的电脑真的扛不住，所以就把下半部分单独分开。毕竟3和1、2对比，样貌大变，不但比阿普萨拉斯2大2倍，还有超细大长腿，能踩能飞，咱们得爬美。好，老样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结合动画讲讲结构和故事。本影片不算长，但依然够你怼个宵夜。先看个片头，我得立即开播。说起我的影片评论区，经常会有很多人拿 UC 武器跟现代武器去对比，而提到最多的就是大和号。说起大和号，那是名副其实的决战武器，想着用一种超级武器来改变战局，这种思维最终也导致大和号还没开拔到战场就已经被击沉了。而今天要讲的机体也同样带有这种思维，一款决战武器，为了左右战局而开发，但最后也无法体现设计者的梦想而消失于历史的悲剧性武器。对，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阿普萨拉斯3，它是由基尼亚斯倾尽全力开发的终极 MA， 是阿普萨拉斯计划的终极形态。不但拥有了阿普萨拉斯1和2的所有测试数据，而且还增加了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所产生的飞行能力更卓越。超大型 Mega 粒子炮威力可以直接穿山，从战力角度来说，可以把联邦的军事据点一锅端，完全符合基尼亚斯提出的那种从高空射击的特异战术构想。但由于基尼亚斯执着于完成本机的执念下，心态也开始扭曲，为了不让人阻碍他的计划，开始毒杀下属，牺牲士兵，最后在疯狂的基尼亚斯驱使下，单机硬刚联邦军，让本机的首战也成为了最后一次，在唯一的一场战役中就遭到了击毁的命运。好，这么一台厉害又悲催的 MA 是什么模式的呢？大家跟着我看看结构部分。全高不明，全重不明，出力不明，总推力依然是不明。是的，跟上一台 MA 一样，所有数据依然是个谜。在我评论区能说出数据的朋友，我真係要俾個 like 你，真係冇得頂。整體設計形狀上，像一個鋼鐵子宮啊，不是我說的，艾娜在動畫自己說的。好，聲明一下，1、2、3從意義上來看，依然是迭代關係。那這一次我們就以對比的方式來講講。從正面看，這個位置依然是頭部，阿普薩拉斯1、2、3都一樣，用的是 MS06 系列的頭部零件，主要用於主攝像功能，不過結構上更換了更為複雜的操控模式。在頭部的兩邊依然是尖鋒裝甲，不過跟阿普薩拉斯1和2相比，尖鋒的範圍更廣。另外，阿普薩拉斯3會更長，在原本半球狀的基礎上左右延伸，形成了橫向長條狀。這也是為什麼看着要比阿普薩拉斯2大的原因。那為什麼要這樣呢？我們繼續往下看。對，米諾夫斯基飛行系統，這就是原因。這個結構就是為了收納它。阿普薩拉斯1和2是一個，剛好可以放在正下方，而阿普薩拉斯3是2個，分別放置左右各一邊，啟動起來也更加的平衡。而米諾夫斯基的飛行系統跟阿普薩拉斯1和2是屬於同級別，只是數量上增加了。這對於穩定性飛行是很重要的。畢竟看過1和2的飛行過程，雖然它算是很靈活，只是穩定性容易讓人捏把汗。而現在2台米諾夫斯基飛行系統更是實現了10000米左右上升能力以及長時間巡航計劃所需要的性能。而在正中央換成了4座推進器。這個推進器主要是用於彈道飛行時可以做到軌道修正的作用，當然這樣的轉變也是有代價的，那就是運作時需要消耗更大的能量。那怎麼辦呢？在動畫中，諾里斯也問過怎麼解決消耗問題，基尼亞斯自信的回答：大摩的熱核反應爐。以改用3台 MS09R 大摩的熱核反應爐，不但解決了輸出不穩定的缺點，讓本機也可以實現穩定的工作。而且還擁有了基礎迴避的機動性。當然3台大摩解決全部動力，這裡大家看着估計會出現問號，但我只能說，雖然高達系也算真實系，
但怎么说也是宇宙世纪科幻，大家别较真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好，接下来往四周看，起落架。相比阿普萨拉斯1和2有4个起落架，从数量上来看，阿普萨拉斯3只有3根，但从结构来看，区别就比较大了。阿普萨拉斯1和2的起落架主要是飞行降落作用，飞行时提起，降落时下折伸出小短腿。而阿普萨拉斯3的起落架除了飞行降落以外，还能高高的站立。所谓站得高射得远，就是这个形态。当然，有人可能觉得这么高的腿不走路吗？虽然看起来是大长腿，但这么细的腿，要是真的走起路来，肯定扑街。所以它也只能站着。在飞行时，左右两边是起到主翼作用，后面一个为定翼作用，真正做到了既减少了又实用了。在起落架的前端连接的是米诺夫斯基飞行系统，而在飞行系统的另一侧有一个折叠脚架。当降落时，起落架内部有一个转轴，打开内部折叠的2个部件，形成 L 字形，然后左右飞行系统向下放出折叠脚架，后方直接延伸脚架，就这样形成3足站立状态，实现高高的射 Mega 粒子炮。不过从整个形态来看，缺点也是很大的。这么大的2颗弹，感觉就是为了告诉敌人往这边射，而且还是最要命的关节部位，所以在动画中刚站起来就被打趴下了。站立功能直接作废。紧接着往上看，胸口正中央大型 Mega 粒子炮，这是基于直接对贾布罗发动攻击的必杀，也是阿普萨拉斯3唯一的一个武器，可以透过出力调整让光束收缩或者扩张，用这种扩张收缩的方式来改变攻击的范围。从这个设计上来看，应该是为了考虑针对不同攻击目标而设定。好，这个一回武器篇再细说，我们继续往上看。在 Mega 粒子炮的上方有个装甲板，这是驾驶舱的舱门，舱门向下开，打开的舱门再向前延伸，属于阶梯式。从这里看出，这种阶梯式直接在粒子炮的边缘，真係好牙煙。从人物站舱门旁可以大致看出阿普萨拉斯3是有多巨大。而这个舱口进去就是驾驶舱，而舱口也是很小，需要爬进去。在动画中，艾娜就是趴着撅着屁股爬出来。而驾驶舱的内部跟阿普萨拉斯1和2是一样的，同样是副座室，主要考虑到机体控制和武器分开，毕竟分开管制会更精准。特别是 Mega 粒子炮的操作，毕竟锁定复数目标的程序并不简单，有个专门控制的人员，而且武器运作过程的微调也比较耗专注力。前方依然是老样子，上一期驾驶舱有说过，详细可以去看看上一期。好，看完这庞然大物，驾驶它的人是谁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看驾驶员部分。阿普萨拉斯3有2个驾驶员，坐前面的是艾娜·沙哈林，不过上一个影片说过了，这里就跳过。我们来说说后面座位的驾驶员。基尼亚斯·沙哈林出生于 UC0052年，是沙哈林家的长子。对于这个人有2件事是深深影响他的，一个是他有病，而另一个是他变态的个性。先说说关于他的病是什么病呢？有这么一种说法，据说在他12岁那年遭遇了爆炸事件，导致他被宇宙放射线照射，所以引发了物质代谢障碍。通俗易懂的说，就是吃东西没法转换成能量，吃什么都获取不了足够的营养，真係食塞米。当然，在公开场合他也没有提过他有病，但机能不全是肯定的，也确实定期的吃药，在后期明显看得出是病情恶化，都开始吐血和身体机能退化了。按照他的身份地位，能病成这样，明显是连宇宙世纪的医疗水平也没法救他。所以说他惨不惨呢？惨啊！从小就得了这么个不治之症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有病大晒啊！那些被他的变态所牵连的人，那些莫名其妙被他害死的人，谁更惨呢？不过对于基尼亚斯来说，他也不在意。正因为他这种独善其身的方式，导致最后被人抛弃。而他的这种人格其实跟过去有关。作为名门沙哈林家，本来就应该很潇洒，结果惹上这种病，这就算了，还家族衰落。这也让基尼亚斯深感挫折。不过也正因为挫折，让他拥有了拼搏的原动力。为了在有生之年可以复兴沙哈林家，他投效了疾风军，在军中也找到了可以奉献才华的舞台。为了达到复兴家族的目标，而走上了技术军官的道路。而就在不久后，1年战争爆发，地球圈也打成了一锅粥。
吉翁和联邦都进入了全面动员。作为技术军官的基尼亚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那就是阿普萨拉斯计划。由于他是提案人又是研发者，所以吉翁给了他很大的权力，全权负责计划开发，还把远东地区的矿山基地交给他。除了开发，他还可以指挥调动远东方面镇压军。但是就像前面说的，他的这个计划很多人都觉得不切实际，所以很多人压根不把它当回事。再说，作为一个后勤体系的技术官，出现在吉翁军第一线指挥系统，那么强大的权限，谁会服啊？不过别人服不服，基尼亚斯也不在意。他从头到尾的精力都在阿普萨拉斯身上，毕竟只要把贾布罗翻了，才是基尼亚斯的目的，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自己的梦想，也是唯一的手段。为了这一个，他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反正天王老子来了都阻止不了他，什么亲人什么部下全部靠边站。这也慢慢的发现身边的人也开始慢慢的远离他，最后一步一步踏上了毁灭的道路。好，这么疯狂的基尼亚斯所开发的终极武器战绩如何呢？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看看战役部分。第一战也是最后一战，矿山基地防御战。由于阿普萨拉斯一直没有完成，而在另一个战场阿姆罗那边已经开始奥德萨战役了，最后以吉翁军完败收场，整个地球圈的平衡也已经完全偏向了联邦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攻不攻打贾布罗重要吗？已经不重要了。吉翁的主战场也已经不在地球，而是在宇宙。为了打好宇宙战，所有战败部队开始转移。对于基尼亚斯来说，这一下扑街了。本来想着一战成名，重振家族，结果好好的一锅海鲜粥，海鲜没了，粥没了，锅也快砸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他可不接受。为了继续打下去，开始封锁消息，让所有人继续干活。为了加快进程，所有人用药来拉长工作时长，坚决榨干每一个人，最后毒杀全部技术人员，还炸死了友军。就这样，阿普萨拉斯3如期完工。而在这一刻，矿山基地已经兵临城下了。联邦军的远东方面军已经大规模进攻，而且还包围了这里。在安娜冷冷的催促下，两人一起驾驶着阿普萨拉斯3出山反击。战役开始，只见阿普萨拉斯3一出场就发动了 Mega 粒子炮，大范围射击，整个场面四处开花。结果只是一个警告，全体联邦军零伤害。安娜也开始讲话，要求立马停止战争。连基尼亚斯都惊讶了，我们这么强的武器，一炮轰死他们就算了。但安娜考虑的是要让吉翁士兵平安撤退。见安娜这么坚持，基尼亚斯也懒得说了。为了让联邦知道自己的诚意，安娜还直接站了出来。伊桑一看这小姑娘不错，立马也答应了停战，但回过头就跟小岛说准备狙击手。随后停战开始，凯鲁格连号也开始升空返回宇宙。就在安娜开心的目送时，突然发现阿普萨拉斯3的 Mega 粒子炮启动了。一回头，只见基尼亚斯阴阴嘴笑。再锁定联邦 MS Mega 粒子炮发射，瞬间地上的 MS 一个一个的穿孔。安娜懵了，雷个扑街，我面子不用要了吗？刚说完，一道光束射出，直接把凯鲁格连号的推进器射穿。安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凯鲁格连号已经爆炸击毁。雷个冚家鏟，我哥杀你几个人，你杀我一群人，正准备开炮报复。就在开炮的一刻，四郎来了，安娜也打偏了。虽然打偏，但这威力也是惊人，直接把一座山打穿。这时的安娜也冷静了下来，什么吉翁，什么联邦，其实都是同一类人，也就是信仰不同，目标不同而已。两边都有无辜的人，但也有丑恶的人，荤跟白粮谈不上谁比谁高尚。这场战争也毫无意义。看着妹妹的基尼亚斯也已经忍无可忍了，直接一颗子弹射向安娜。毕竟对于基尼亚斯来说，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梦想大于一切。安娜中枪掉落，也被四郎救起。为了阻止这一场战争，基尼亚斯必须死。四郎说，安娜也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两人合力操作，一拳打进了阿普萨拉斯3的驾驶舱，两台机直接一起掉落山口，机体毁灭，战役结束。好，看完战役，我们回顾一下他的武装。整机武装就一个大型 Mega 粒子炮，跟阿普萨拉斯2一样，设置在机体的正中央。炮口一圈由6片梯形活动板组成，活动板带有反射功能，当发射时，活动板会向外翻开。虽然口径和样子都和阿普萨拉斯2一样，但出力更大，出力还能调节，而且还有聚焦和散射功能，所以运用起来会更加的好用。可
可能大家还不太理解，我这样说吧，如果攻击模式单一，一发射就是大型光束，那基本喷没几下就没力了。但有了调节能力，看着情况来使用不同的消耗，对耐久性很友善。加上多种模式射击，可以为每次出力起到更好的效果。好，既然多功能多射击模式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。先是最小出力发射，由最小粒子炮射向反射板，再由反射板的活动来控制粒子炮的移动攻击，起到了切割的作用。在动画中，安娜为了警告联邦军，用的就是这个，直接用反射板在地面画出一个圆弧，防止联邦越线。接下来是闪射模式，就是在刚刚的模式的基础上，把所有反射板都用上。只要每个反射板都调好角度，就可以锁定多个目标，一个发射直接可以让复数目标摧毁。在动画中，艾娜演讲时，基尼亚斯就启动了闪射功能，锁定了下面一堆目标，瞬间地上的 MS 集体透心凉。最后是最大出力发射，梯形反射板全部外翻，向着一个目标集中射击。这是用于攻击据点的，目的就是一招必杀，威力十分惊人。不但直接穿山，就连攻击波都能让 MS 的装甲变形。相反，这种模式必须在十足把握下射击。在动画中，安娜本来想报复射击，但因为四郎介入，粒子炮直接射到山上，那景象连悟空都给你点个赞。之所以说要十足把握下，那是因为这炮不能连发，安娜发完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第二发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才给了艾娜和四郎时间，一拳怼爆了阿普萨拉斯3的驾驶舱。好，本期解析就讲到这，下期继续08MS 小队，大家跟我一起看看诺里斯的老虎特装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类视频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CM，我们下期见。